新加坡这个面积只有728平方公里的国家，管理难度应该没有很大。但新加坡总理的薪水竟然比美国总统这位管理着9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人高出4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担任新加坡总理的年薪为220万美元，而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45万美元，这已经包括了那津贴5万美元。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，大公司的掌舵人的薪资肯定比小公司来得高，因为他更赚钱。900多万对比728，这相差12000多倍耶！每一圈土地都会产生其价值，如果太小的话，有很多发展项目就会被限制，进而影响经济。因此，美国2021年的 GDP 是23万亿美元，而新加坡的 GDP 是3970亿美元。当然，领土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还有很多其他因素。2022年，美国一名 CEO 的平均年薪介于40万至80万美元，也就是说，美国总统管理这一个国家，而且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，可能都不如管理这一家公司赚钱。这也难怪为了川普看不上，每年只拿1美元的象征性薪资而已。不过这45万美元年薪已经算蛮高的了，在马来西亚担任首相的话，一年薪资大约只有6至8万美元，这已经包括了各种的津贴。但马来西亚物价便宜啊，所以这钱算是够用的。而世界上年薪最高的国家元首或总理就在马来西亚的隔壁新加坡。新加坡总理一年的年薪约220万美元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新加坡讲究的是高薪养廉，政府喂饱你，这样你就不会贪污了，也不敢贪污，因为这么好工资的一份工作，就因为你那么一次的贪污，可能就被搞丢了，这样也不划算，对吧？新加坡就是薪资哥的，所以他的部长、公务员的薪资都很高。新加坡随便一名部长的年薪都有110万美元，是美国总统的2.4倍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要发财去新加坡当部长，都不要去美国当总统啊”。李光耀曾说：“如果不让最精英的人来为新加坡社会服务，那将是国家的损失啊。”而那些精英们原本就会靠当医生、律师、教授、企业家等来发大财，如何能让他们放弃唾手可得的数百万新币年薪，而死心塌地从政为社会服务呢？首先必须设有与高管几乎持平的薪酬，也就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。但新加坡要的不是莽夫，需要的是一名原本就可以做一盘很大的事业，但他选择不做，而去管理这个国家。而国家就会给你应得的报酬来弥补你的 opportunity cost。在这种精英制度下，新加坡的公务员们会尽心尽力地为社会进步而努力。新加坡的法律规定，他们的部长的工资必须是全国48个薪水最高的银行家、律师、会计师、工程师和企业总裁中线工资的2/3。其他级别的公务员薪资也参照这个标准来制定。所以，私企高管的工资增长也会推动公务员们的起薪。如果经济不景气的话，私营企业职工薪水下降的话，公务员的工资也会跟着下调。看到吗？这种设计就把新加坡精英领导阶层的薪资与私人界的利益挂钩了。只有把新加坡的经济搞好了，企业赚钱了，人民有钱了，你们这些部长的薪水才会继续升，否则就一起减薪吧。这跟原本打算创业过后跑去领导新加坡的精英的初衷是一样的，你就把新加坡这个国家当成是你的公司、你的企业来管理，你的薪资也不会比私营企业高管来得低，而且你也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有全国最优秀的团队和资源来协助你打这场仗。这应该比起你一个人来创业风险更低吧？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，新加坡的公务员的薪资是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共荣共选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尼克，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现在是时候订阅了，还要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，我会每周更新。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容易丢兵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，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，或等下来的频道找也行。新加坡给这么高的薪水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它是裸薪制度，卸任后也只有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，即中央公积金制度。2009年，李光耀接受专访时曾表示，所谓的高薪养廉，就是政府支付部长一定薪资，让他们靠这份薪水打点他们的一切，你就用这笔钱去买车、买房、买其他东西你需要的。不像其他国家，部长的薪水虽然不高，但有许多额外的津贴和优惠，就连一些最低薪的部长，他们的妻子都穿得珠光宝气，住的都是豪宅，或是像英国那样，议员把郊区和伦敦的房子装修费都包公账。哎呀，讲到这里，美国总统感觉也躺着中枪了。他虽然一年只有45万美元的年薪，但他的福利却很多啊。
第一，美国总统可以获得终身免费医疗和优先治疗权。在美国看病是非常贵的，要便宜的话，去公立医院挂号吧，但要排很久。因此，我在马来西亚也遇到不少外国人，包括美国人，千里迢迢来马来西亚治病，因为性价比高。第二，美国总统拥有专属的度假胜地戴维营 （Camp David）。如果美国总统想换个地方工作，换种心情的话，可以去戴维营。这个度假胜地位于马里兰州，搭直升机从白宫出发只需要30分钟，配有健身房、游泳池、飞机库等。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，一直是美国总统的休假地。美国总统可以在这边边度假边工作。第三，美国总统可以免费入住白宫，这个象征着美国最高的行政机关，还可额外获得10万美元用于装修白宫，让白宫更有家的感觉。毕竟今后8年，他的一家人将在这里生活。第四，美国总统卸任后，白宫将承担政权过渡费用。政权过渡到下一届总统费用是昂贵的，白宫将负责前总统下台后首6个月内的行政过渡成本。这笔费用包括搬家、办公室租金、员工薪酬、通讯服务和过渡有关的邮资，帮助他们结束公务，向平民生活过渡。奥巴马在2008年过渡费用就花了930万美元。第五，美国总务署署长每年都将前总统办公室空间作为预算的一部分，地点由美国前总统自由挑选，可以设在纽约、华盛顿繁华的街道，也可以设在边缘州。政府还额外提供办公设备、办公文具以及1名职员。政府免费送你一个工人。第六，退休总统可获得每年20万美元的退休金，还有联邦总务署向前总统以及最多2位前总统助手提供公务旅行费用，上限为100万美元每年。第七，根据法案，卸任总统的遗孀也可获得每年2万美元的养老金，前提是不得接受其他退休金或抚恤金，也不得改嫁。前总统的配偶也有资格获得每年高达50万美元的安全和公务旅行报销。第八，总统与其直系亲属是美国的象征。当总统或直系亲属去世时，会为他们举行国葬。国葬一般持续7到10天，分为3个阶段，敬礼21箱礼炮，全部为军事仪式。过后可选择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。2020年，特朗普的弟弟去世时，特朗普就为他在白宫举行了葬礼。第九，每一位卸任的总统都有一个由本人名字命名的，并由美国国家档案局管理的总统图书馆，而后续新建造的航母也会以总统的名字命名，比如里根号、华盛顿号等。当然不止这9项，还有很多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把美国总统的年薪再加上他卸任后所享受的所有终身福利，其实其产生的价值是与新加坡总理的年薪是差不多的，甚至可能更多。这只是找赚和吃赚的问题而已。你觉得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意见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到这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，我会每周更新。如果你想看新加坡如何上用马六甲海峡，使其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，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，或者下到频道找也行。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关注或订阅哦。